カロリーをまずお前から血祭りにあげてや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雨辰北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测评一下 DKO 最新出品的两款失控战神布罗利头雕配件包。那先看外包装，今天又是被暴力快递制裁的一天，这盒子有点惨不忍睹了。盒子整体造型和 DKO 之前的产品大差不差，不过这配色嘛，虽然我知道这一黄一绿是为了区分发色，但我怎么看都会莫名幻视出号机和2号机的配色。打开彩盒，本次两款的配置都是2头9脸，另外还有2个关节肢以及一个血迹手型。耳环已经全部预组装完毕，同时每盒还额外附带了一对备用耳环。面雕本次分别附带了严肃脸、微笑脸、吃惊脸、2张狞笑脸、挑眉嘲讽脸，还有3张程度不同的大笑脸。两款的表情除了配色之外没有区别。拿出我们的野兽神灵布罗利素体，那大家应该还记得，之前这款布罗利附带了2种连接杆，一个是我安装的长杆，另外一个则是原配短杆。当时这俩连接杆给大家伙换的叫苦连天，而这次 DKO 选择了附带一深一浅2种关节肢。你的素体上如果使用的是长连接杆，那么就搭配这个浅关节肢；反过来，如果安装的是短连接杆，那么就搭配这个深关节肢，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脖子长度。安装完毕之后就是这样的效果了。那这里也要特别提示一下，前段时间有不少人都觉得这个头做小了，给预定了这款的朋友们搞得可以说是非常忐忑，而实物到手之后我才恍然大悟，之前传出的图片显得头小，是因为手机单倍镜头拍出来的照片会产生畸变，调整到2倍镜头左右才是实物的真实表现。然后本次的头发无论是实色还是透明，都采用了珠光色涂装，效果都比较不错。实色头发的质感有点类似万代 SHF 开弗拉的头发，珠光透明也掩盖了原本普通透明色可能会有的廉价感。而这个珠光透明金发效果更是非常惊艳，直接让我从一个绿发党变成了金发党。然后面雕部分，眉毛和鬓角都采用了和头发相同的珠光涂装，视觉效果不会有割裂感，而表情神态也是很还原剧场版表现的。那对比原画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漫画线是不是有点做浅了？这一点的话，我个人认为 2D 动画和 3D 玩具相比，呈现的形式不同，效果肯定也不可能完全一样。用万代橙色比克来对比一下，实际效果和剧中也是不同的。那本次附带的血迹手型效果也是比较不错的，安装方便，和素体也没有色差。那这个手型虽然原意是为了还原名场面，但实际的可玩性是要更高的。当然这个就要看大家伙的想象力够不够了。最后头部的可动，低头和抬头幅度都比较优秀，左右侧摆则是常规的水准。好，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，这2款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，无论是价格、配置还是造型都比较不错。不过这个东西还是要看自己的审美风格，希望大家不要被网络舆论带偏，实物到手之后，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真实判断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友好交流。这里是雨辰北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